好，軍事消息，趕快帶觀眾朋友來關心的是美軍航母火燒哦，再來就是海狼級的核潛艦撞山之後，一躺就躺了6年的時間。中國大陸的部分則是它出了一個新型的潛艦，已經悄悄下水。等一下帶觀眾朋友來特別帶大家來看到這個是無帆罩的核潛艦。那麼再來就是它的核潛艦正式的下水餃式的暴增。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好，美軍的艦艇頻頻出包，那麼中國大陸的部分潛艦則是在加速的下水。趕快來看到的是，我們在3月份曾經討論過，說全球最大的美軍的航母福特號，在今年3月，當時他對伊朗發動的這場攻擊的期間，爆發了這一場火災。還記得當時美方怎麼說嗎？他說這個火勢呢，其實已經受到了非常好的一個控制哦，那麼戰力也不受到影響。但是呢，最新消息是來自於 CNN 最新的報道透露取得的影片顯示，火勢比美軍當時說的還要大太多了，造成的損害也同樣大太多了。趕快來看一下當時的火燒最新畫面。好，從畫面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呢，這場火燒造成了床鋪燒到只剩下扭曲的金屬架，天花板也遭到烈火吞噬，電線裸露垂掛，大量的灰燼是覆蓋住整個艙內的地面。另外呢，根據統計，裡面一共是600名官兵，他們失去原本他們鋪位的這個使用權，因為全部都被燒掉了。那麼有一位官兵他特別去回復當時的現場，他說啊，當時我們不是在拼命的滅火，就是在等死。他覺得當時燒到這個船艦，恐怕很快就會完全的作廢的。他當時是非常害怕、非常緊張的。CNN 的報道說，官兵花了將近30個小時的時間才撲滅火勢，才稍稍的平息了這一場大火。再來，另外一艘出事的美軍主力，則是在2021年，當時在南海撞上海底山脈的這一艘是海狼級的核潛艦康乃狄克號。康乃狄克號原本是在今年秋天就說呢，它可以重回戰場，如今也確定了，它到現在還是沒有辦法修好，所以還會再延宕1年。等於說這一壞掉之後，一躺就躺了6年的時間。從照片上面也可以看到它的這個它的艦艇的艦首声納罩嚴重的受損。國會當時說呢，我先撥你5000萬美元來進行修復，但是根據外媒報道，這5000萬美元只是修復其中的一個小小的部分而已。實際的金額是遠遠高於5000萬美元的。填擺時間剛剛提到了，已經將近，接下來包括了這1年的延宕時間會達到6年的時間，再加上福特號失火，那麼美軍一連串裝備維修都出問題，到底是個案還是它整個軍工體系造船工業出現了問題？李將軍怎麼看？我覺得這個美軍不只是軍工產業鏈出了問題哦，整個這個海軍系統都出了問題。我們經常講一句話，叫做“驕兵必敗”。2次世界大戰之後，哦，美國可以說它的海軍是橫跨全世界來講，打遍天下無敵手啊！包括當初的這種，不管是英國、西班牙等這些國家，現在看起來，在2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都不是美國對手哈。在這種狀況之下，當然就養成美軍的海軍哈，驕兵必敗。其實我們從幾件事情看得出來，第一個就是這個福特號這次的失火，你知道這次失火，我覺得不是意外的因素，而是有很多因素疊加在一起才會造成這麼大火災。第一個是不是官兵情緒的問題？因為長期在海外部署沒辦法回家，那是不是有人為縱火的可能性？聽說美軍已經針對這個來實施調查。第二個是船上官兵的訓練問題，發生一個洗衣房失火，應該很快可以滅得掉。那為什麼讓火勢蔓延到這樣子？可見的這個艦上的官兵哈，訓練體系整個都出了問題。你知道海軍最怕的，艦艇最擔心的就是失火，因為船上這個小小的空間裡面，除了說是有油料，航空母艦也一樣有油料，它有航空用油哈，這個還有彈藥等等，所以一旦發起火勢來，你沒有很快滅掉的話，其實是一發不可收拾的。那除此之外，我們看到海狼號維修也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出問題。但是我覺得這兩艘軍艦出這些問題，還不是代表其他的。我再列舉幾項給各位了解。第一個，我們講美軍的濱海戰鬥艦哈，這個濱海戰鬥艦從開始造艦出來到服役到現在，這個已經開始除役了，已經開始除役，前後不到10年，它就開始除役了。可見當初的設計來講，
根本不能符合他作戰的需求。他想要做一艘這個軍艦來講，可以擔任各種任務，可以這個組合式的替換。我要反潛的時候將反潛的裝備裝上去，我要防空將防空武器裝上去。結果你一艘軍艦，你想要百種用途，結果變成是沒有一樣可以用到，所以這艘軍艦就除役了。第二個我講一個就是朱姆瓦特號當初到這個最新型的這種巡洋艦上面擺了2門大炮，號称15洞公里，射程可以到達100多公里，這麼遠的火炮。結果那根本是大無當。現在他是怎麼做？把這2門大炮拆掉了。這個他原來認為要這個可以擔任暗轟的任務，但是現在根本就不可能有暗轟，所以他把這2門火炮也拆掉。可見當初他在設計這艘軍艦的時候，他的設計他的構想就出了問題，所以現在才不得已將這2門大炮拆掉。我補充說一下，你知道這一發炮彈多少錢嗎？將近100萬美金，你怎麼花得起這麼多的錢去做這2門大炮？第三個我在講，美國最新的一艘他們的護衛艦叫星座級，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原來規劃要做6艘，結果做了2艘就停了，後面4艘就停下來了。可見從美軍這個艦艇從開始設計到這個到真的是成軍，才做到一半以後，才發現不符合預期，也不符合作戰需求，在這倉倉惶惶之下，你就又把它取消掉，這等於說有一點這個非常的這種不切實際。最後我再講一點，你知道美國現在這種教訓還沒有停止，他現在居然要設計川普號，大家都知道川普號，大家還沒有做，大家就把它當作笑話。可是美軍從之前學的教訓到現在為止，他都沒有從其中得到教訓。我覺得這種錯誤持續再犯下去，對美國海軍來講的話，是非常大的一個這種警鐘了。好，這個是美國海軍的部分，剛剛特別提到了嘛，整個軍工體系，不管從設計到生產的成本到效率到它的整個管理跟設計都有非常大的問題。那另外一頭我們要來看到，其實呢，在美軍他忙着他在修復他的軍艦的同時，大陸現在呢，則是在造他的新型的這個潛艦。來看到這個是吳帆照的一個核潛艦。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小檔案這邊上面這個 CG 的是它的照片，它是吳帆照的設計，取消了傳統有指揮塔，所以現在可以看起來從照片看它的線條其實更流暢的，但是也有一個說法，也因此它更難被偵測到嘛。等一下請張將軍帶我們看，長度大約是落在120公尺，它有 X 型的尾舵，可以提升它的水下機動力。再來，它強調是高速跟逆蹤跟隱身等等的性能。我們再來講一下中國大陸它造艦的速度近5年大約是15到20艘左右。那麼預估呢，來自於美國國防部警告大陸已經擁有全球最大規模的海軍艦隊，而且他認為他的潛艦部隊到2030年預計可以到65艘以上，正在下水餃當中，引發美軍的擔憂。它的戰力的部分，那張將軍又怎麼看？我認為這個095型的核子動力攻擊潛艦來看的話，吳帆照它又在記錄上又突破了。你看它有幾個，第一個它是無軸棒推，無軸棒推這個噪音非常的低，可能比海底下你可能測到海豚會講，那個鯨魚會說話那個聲音，還有海浪海湧的聲音都蓋過它，你這個潛艦就不好抓了。它沒有軸，它是環形的一個帆形電機來直接驅動。像我們看到那個這個章魚嘴，它一噴，這個有沒有？它噴出，它靠這個水無軸棒推，那個水就出來，不是那個大螺旋槳在那邊攪，不是無軸棒的，這個技術上是突破的，沒有軸，沒有那種齒輪的聲音，所以就很近，在水下很難去發現。你說那逆蹤，那是因為它的這個音頻太低了，不好抓。第二個，大概潛到500公尺，哇，潛那麼深，500公尺大概就是相當於50大氣壓，它要去抗那個壓，海壓、水壓壓住它，它可以潛到500，那你怎麼樣去抓它？它跑那麼深，又那麼安靜，然後它最重要的，我認為是它的武器，它比一般的魚雷發射管一般是6個，336，它是4，就是8個魚雷發射管，表示說既然要出去外面執行任務，那火力再多一點吧，就8個。那你如果加備彈8個，28、16個魚雷。還有垂發系統24個12，將來打鷹擊18、鷹擊21、鷹擊82這種飛彈，鷹擊80，我們講到這個鷹擊21可以打1000公里，就反艦飛彈，從躲在水下發射，然後衝出水面之後對着那個目標就去了。
可以打1000公里。那這樣的話，是不是造成突擊？你根本不知道哪邊會突然冒出了一個飛彈跑出來，從海裡面，這個就是它垂發系統，潛艦的。它這個最大，因為現在目前資料還沒有非常的詳細，我們就假設它是24個，最少是12了。那如果加備彈，你要備彈那就24嘛。那這樣的話，是不是造成一種突擊？大家都不知道在什麼地方出現，而且它是核子動力的攻擊潛艦，它根本不要浮出水面，全部靠全電力，然後裡面又有自己的制氧機，然後直接在驅動。還有一個不要說的，它是 X 舵，我們平常是十字舵。有没有？导致平衡。它的 S 舵呢，靜音在水下最佳流線，你又靜音，就不好發现。你看那一般都是十字形，我們也是十字形舵，美國也是十字形舵。你剛才看的海狼级十字形舵，但它是 X 型，在技術上又有一番推進。好，这個是它的新型的潛艦的戰力的部分。那我們也來看到說，我們來假設一下未來10年好了，印太地區、中美有關於在這個海上的霸權的部分，聶老師要怎麼看？海上霸權這個真的是此消彼長，大家非常看得清楚，黃金交叉正在上演當中。而且我必須這樣講哈，我們講說，雖然西方媒體在講嘛，甚至美國的這個國防部都已經多次強調，全球現在最大規模的海軍艦隊是中國。你覺得他要去捧中國是中國最大嗎？要滅自己之氣嗎？當然不是，非常清楚的，中國的艦艇部隊真的很強。好，我們不要只看航空母艦，航空母艦你比上我們講的航空母艦可以艦載這麼多飛機的。比如尼米茲號，美國有10艘啊，怎麼會少呢？福特號1艘可以放220個艦載機哦，有差嗎？人家2017年就試航了，就下水啦。現在服役那麼久了，當然福特號很多問題了，我們大家再講。它從一出去以後就不斷的回去維修，你知道嗎？或許當時10年前的技術沒那麼好哈，所以它經常需要維修。當然，我剛剛講軍事世紀善換，把那個床都燒了，那是另外一回事。好，那是軟體部分。我們先講硬體部分。我們來比較硬體的全球最大規模海軍，我這樣講好了，中國也不過3.5艘而已，不是這樣嗎？第一艘從烏克蘭買了一個舊船，然後開始改造變遼寧號，但是就已經驚呆了全球，說中國有實力造船哦，沒有多久自己自產了山東號。你覺得世界會怎麼想？中國有實力自產 ，China Creation， 自我創新、自我創造，再來不得了，它突破所有的困境，做出更高檔的電磁彈射。福建號一下水，2024年啊。這個2024年一下水不得了，全球看到它的性能高檔勝過了甚至尼米茲福特號的性能，這時候大家就覺得不得了，它的未來不一樣。重點我不是只看航母哦，我現在要看着全部一個航母出去，旁邊一定是一堆這個船群去的，比如有驅逐艦、有巡洋艦，巡洋艦很重要啊，它是一個在這個我們講非常很重要的一個噸位大。火力又強的一個中間的海戰的一個主力哦，這些一去的時候，你會發覺不輸美國了。現在調查出來，中國有17艘巡洋艦，美國可能10艘，或者驅逐艦差不多吧，數量都是70多艘，中國的驅逐艦像這個055等的，它的火力之強之兇猛是超過大家想象的。好，我們再看別的，像這個，當然美國可能有所謂的2棲突擊隊，它用直升機啊，送海陸等等。各位去想想看，其他的護衛艦啊，或者其他，甚至剛剛講到潛艦，又不得了。中國做潛艦，它要水上突擊的話，我想到2030年，它到65艘。請問美國怎麼做？我現在一個最重要的就是這在講硬體後勤無力。我們從中國看，從基建看到中國大陸的制造實力，再看到它的軍事後勤。美國呢，制造業空洞化，你要 MAGA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把這要拉回來，好難哦。我這回想一下，15年前，當美國發現中國的基建，也就是我們講 infrastructure 的高鐵開始在2004提速的時候哦，到了2014年，它到處都有了高速公路，4中4橫8中8橫到渝新歐鐵路，從這個我們講這個從重慶新疆到新都斯堡的11179公里，到我們從浙江這個義烏到這個英吉利海峽，不得了，到了倫敦12450公里，這麼多的高鐵，美國下到之後呢，他說我們也要蓋，舊金山洛杉磯要蓋一條，洛杉磯到那個我們常去嘛那個地方，常常在巴神那個這個 Outlet 去買東西，那就要到拉斯維加斯要蓋一條，蓋好了嗎？10幾年了，有嗎？我跟你講，美國現在喊是要回流，你看看嘛，這個黃金交叉已經產生了。我跟你講，以後戰爭真的是不用打，看中國實力就知道，美國真的要怕嘛，所以所有東西都會提到中國。好，謝謝聶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
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